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丁克10年，赵东林出轨了。小三挺着高高的肚子，你不愿意生，就把位子让出来。我有些恍惚，当年我为什么提出丁克来着？哦，是婚检的时候，赵东林查出来天生不育，我为了维护他的面子，就藏起了报告，还骗他说我不喜欢孩子，想丁克。赵东林一脸愧疚，路遥，我爱的是你，可我父母年纪大了，我是真的想有个孩子，我平静地离了婚。只是那份我藏起来的报告，什么时候寄给他呢？赵东林的小三叫李小小，我也认识。赵东林公司新来的前台，大学刚毕业，年轻漂亮。接到他电话时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咖啡厅里，他挺着高高的肚子，你也看到了，我怀孕了，孩子是赵东林的。听说是你坚持要丁克的，你真自私。你不要孩子，也别连累赵东林呀。你不愿意生，就把位子让出来。我有些恍惚，努力回忆，当年我为什么提出丁克来着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婚检的时候，赵东林查出来天生不育，我为了维护他的面子，就藏起了报告，还骗他说我不喜欢孩子，想丁克。我神色复杂地看着李小小，最终视线落在她面前的咖啡上。既然怀孕了，就别喝咖啡了，喝牛奶吧。说完，我起身离开。我回了娘家，从柜子最深处找出了当初的婚检报告，又花了40块钱找了个网络医生咨询这种情况能治吗？医生说治不了。在爸妈茫然不解的眼神里，我畅快大笑。赵东林出轨，我早就知道了，他遮掩的并不高明，到处都是破绽。一开始是他手机上忽然多起来的消息，后来是他越来越频繁的加班，再后来就更明显了。衣服上不属于我的香水味，口袋里我没看过的电影票，还有副驾驶座椅下的口红。我想过找他吵，找他闹，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做。结婚时里，当初炙热的感情已经消磨在日常琐碎里，也消磨在他爸妈长年累月的催生里，更消磨在他越来越不耐烦的态度里。这段婚姻如果还有什么值得留恋，就是当初我坚持丁克，他也同意了，但这一点在知道他出轨的那一刻也不存在了。在很平常的一天，吃过饭后，我很平静地对他说，前几天李小小来找我了。他看向我，脸上没有心虚，没有惊慌，只是很淡定地说了声哦。听见这个哦字，打消了我最后一丝犹豫。我对他说，我们离婚吧。我和赵东林开始走离婚程序，房子我没要，他折了一半的钱给我，再加上家里的存款，加起来300万。为了凑这个钱，他那个小公司的流动资金估计都没了。离婚那天，赵东林说，路遥，我爱的是你，可我父母年纪大了，我也是真的想有个孩子。他话里话外都在说，虽然他出轨了，但错的不是他。我表示充分的理解，同时更加期待他知道真相的那一刻。出来时，李小小就等在门口，看到他出来，示威一般又挺了挺肚子，他手里捏着一张小纸条，是隔壁领结婚证的号码纸。赵东林见我视线落在纸上，说道，孩子出生挺多证件要办的，有结婚证方便。我失笑，你不用解释，和我无关。恭喜。这句话是对李小小说的，赵东林却笑了，谢谢你，路遥。李小小冷哼了一声，拉着他就走。没听见工作人员在叫号吗？到我们了。我看着他们走进隔壁，直接打车去了机场。离了婚，我也顺便离了职，有钱，单身，
我值得一场艳遇。我飞到了克罗地亚，一个我向往已久的国度。在杜布罗夫尼克的老城区，沿着老城的城墙散步，吹着海风，品尝着美食的时候，和赵东林有关的一切都被我抛到了脑后。在一家小茶馆喝到微醺，和几个搭讪的男人畅聊了一整晚后，我带着几分醉意和他们告别。我心里嘲笑自己胆小，明明说好要来场艳遇的，只差临门一脚了，却还是心生惬意。出了酒馆，我慢悠悠地朝着住的地方走，却被一阵压抑的哭声吸引。古城小巷子里，一个男人坐在台阶上，双手捂着脸，沉浸在悲伤里。路灯的照射下，他手上的戒指微微闪着光。大概我真的喝醉了，脑子一抽，我说道：“你老婆出轨了，这有什么值得哭的？”说着，还拍他的肩膀，用自己的经历安慰他：“你看我老公出轨了，我还不是每天开开心心的。”男人抬头，脸上还挂着泪，恨恨地瞪了我一眼。我老婆没出轨，这样啊？我干笑。花了半小时，弄清了他的身份和故事。一个疯狂的念头浮上心头：你愿意和我结婚吗？男人叫舒清，也是中国人，还是和我同一个城市的。巧得很，他和他老婆也是丁克。丁克的原因是他老婆有严重的心脏病，无法承担孕育的痛苦。他们夫妻二人都喜欢孩子，也并不执着于血缘，所以准备去孤儿院领养。但谁也没预料到，一场普通的感冒就夺走了他老婆的生命。本来一家人的克罗地亚之行，最终来的只有舒清一个。我也讲了我的故事。舒清说：“你不该瞒着他，不然这个故事可能就是另一个结局了。”我愣了一下，然后说道：“或许吧，但是我想要的不是他的愧疚或者感激，我就想要纯粹的爱。现在的我很想要一个孩子，这也是我来到克罗地亚的另一个原因。”我联系了当地的医院，这里允许单身女性做试管，但我终究还是要回国去的。那天赵东林的话提醒了我，国内没有结婚证，很多事情都不方便，而且孩子长大了也需要一个爸爸的存在，哪怕这个爸爸是假的。今天晚上偶然碰到舒清，一个疯狂的念头浮上心头。我把我的打算告诉他：“你和我结婚，等孩子的各种手续都办好了，我们就离婚。而且你和你老婆不是准备领养孩子吗？国内单身不能领养，你帮我，我帮你。”我向他伸出手：“怎么样，合作吗？”舒清认真思考了1分钟，也伸出手：“合作愉快。”舒清回国了，我继续留在克罗地亚。我为孩子挑选的爸爸，华裔，身高180，名牌大学的高材生。我在国外待了3个月。去的时候是一个人，回来的时候肚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小生命。踏上阔别多日的国土，还来不及倒时差，我就得接受爸妈的审讯。你胆子真是太大了，这么大的事，你一声不吭就办了？你眼里还有父母吗？生孩子是简单的事情吗？吃喝拉撒哪样不需要操心？你一个人怎么养？赵东林是个混蛋，离就离了，他哪里值得你这么自暴自弃？哦，他有了孩子，你也非要生一个，大概真的是一孕傻3年。听到这句，我下意识顶嘴：赵东林的孩子不是他的，狗咬你一口，你还非要？我妈还在骂我的话猛地停住：不是他的，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。我妈连连追问，我爸也诧异地看向我，已经说漏嘴了，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我把赵东林天生不育的事说了，他精子活性是0，我找医生问过了，治不好。我妈嘴张开又合上，重复了几次，还是没说出话来，最后哈哈大笑，眼泪都笑了出来。我爸也乐得不行，活该，报应。等终于笑够了，
我妈问我，听说那个小三快生了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赵东林？我摸摸肚子，不急，总要等孩子生下来，让赵东林好好享受当父亲的滋味。赵东林和那个孩子的感情越深，那份报告起到的作用才越大。我和舒清领了证，领证前做了财产公证，签了一堆文件，保障我们各自的利益。我妈说我们不像结婚，倒像是合作伙伴。说着还试探地问我看小叔人不错，既然证都领了，干脆搭伙过日子算了。我严词拒绝，妈，我就是想生个孩子，领结婚证就是为了孩子上户口、上学什么的更方便，也是为了给他找个名义上的爸爸。私生子总是不好听的，其他的你想都别想。我妈还有些遗憾，我爸想得很开，以后孙子孙女就是我们自己家的，瑶瑶还可以待在我们身边，小叔他们就当个亲戚走。我给他竖大拇指，爸爸英明。我也见到了舒清和他老婆要领养的孩子，一个5岁的小女孩，很可爱，因为心脏病被遗弃，她的情况没有谷雨那么严重，做完手术就和普通人一样了。谷雨是舒清老婆的名字，提到她，舒清还是情绪低落。我没有安慰她，既然是合作，那就从一开始就要划清界限，杜绝所有可能影响感情走向的可能。怀孕3个月，我去医院建档，做完所有检查出来时，在医院走廊遇到了赵东林。他边走边打电话，声音很兴奋，生了，昨天晚上生的，是男孩，7斤半。他又和电话那头的人寒暄了几句，才满面春风地挂了电话。他这时才发现我，陆瑶。我笑着对他说：“恭喜你呀，喜得贵子。”他轻咳了一声，清了清嗓子：“谢谢。”又问我：“你来这里是？”我没多说，来做检查。他下意识看向我旁边的医生办公室，上面挂着辅助生育的牌子。你身体不过也没事，现在医学发达，想要孩子有很多种办法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眼神里一半是同情，一半是骄傲。我差点没憋住笑出来。你说的对，但医学再发达，有些病也治不好，比如他的天生不育，比如脑补。结婚10年，我和赵东林的社交圈有很多交集。我从他们嘴里知道，赵东林大办了满月宴，给客人的伴手礼都是大牌香水。微信朋友圈里也有不少人发了那天的照片。赵东林爸妈抱着期盼已久的大孙子，眉开眼笑的，那孩子白白胖胖，脖子上挂着一块精致的金锁。李小小挽着赵东林的胳膊，身材依旧苗条，我羡慕不已。年轻还是好呀，希望我生完1个月也能恢复得这么好。我给自己报了孕妇瑜伽，上完课，和几个孕妈妈一起约着去商场逛街。在母婴店门口，又遇到了赵东林。这世界只有这一家母婴店吗？我在心里吐槽。他震惊地看着我微微凸起的肚子和手里刚买的奶瓶，声音甚至有些破音：“你怀孕了？”然后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脸色又惊又喜，连忙追问：“几个月了？怎么没告诉我？”我淡定地回他：“赵东林，我们离婚半年了，我怀孕4个月，这孩子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我翻个白眼，就说了：“脑补是病。”他也意识到了时间上的不对，脸色随即变得尴尬，但很快脸色就变得铁青。他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离婚2个月就和别人结婚生孩子了，陆瑶，你可以呀！”我大声说道：“赵东林，你离婚当天就和带着肚子的小三领证了，在这装什么无辜受害者？”周围的人立刻把八卦的眼神投向赵东林，他脸色铁青，匆匆离去。姐姐，够飒！一个小年轻朝我吹口哨，我扑哧一声笑出来。
然后像打了胜仗一样，趾高气昂地走出商场。那天之后，我就没再见过他。我每天安心养胎，日子过得舒心极了。舒清的领养手续也办好了，他给孩子取名叫舒乔。他说这是谷雨生前就想好的名字，希望孩子能像乔木一样生命力旺盛。舒乔的手术很成功，他出院的时候，我叫跑腿送了束向日葵过去。我已经怀孕8个月了，我爸整天翻书，名字起了几十个，没有一个满意的。我妈已经考了月嫂证，现在还在上育儿师的网课。在我们全家的期盼下，终于到了瓜熟蒂落那天，疼了一整晚。终于在天将明的时候，我生下了儿子。我抱着他，异常满足。舒清送了一对银镯子，也是叫的跑腿。我妈看了欲言又止，正想开口，孩子一哭，他就被抢走了所有的注意力。我只装作没看见。我和舒清约定好了，等我出月子就去办离婚手续。可我这头还没离，就听说赵东林和李小小在闹离婚。我还没动手呢，难道李小小东窗事发了？我找了个关系和赵东林和我都不错的朋友打听，他说李小小拿了供应商的回扣，走的货质量不合格，这一单东林就要损失100多万。东林想要孩子，李小小就趁机想多要点钱，这事还有的闹呢。真是天助我也！希望赵东林成功拿到抚养权，孩子还不到2岁，一般都会判给妈妈。赵东林想拿到抚养权可不容易，但10年了，不论是他爸妈还是他，孩子都快成心魔了，他们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拿到的。我只要安静等着就可以了。出了月子，我和舒清去办了离婚登记，等1个月的冷静期过了，再领离婚证就可以了。这件事了，我也开始规划以后的生活。离婚时300万，出国旅游、做手术、坐月子，我已经花了快30多万。和爸妈商量过后，200万拿来做首付，买了新房子，剩下70万用作日常开销。我也不准备重新找工作了，而是用之前工作攒下的人脉，接一些翻译的活，时间灵活，也能更好地照顾孩子和家里。陆墨鱼，也就是我儿子，都会爬了。赵东林和李小小还没离婚，听说李小小怀2胎了。我本来是计划赵东林和李小小离婚，成功拿到抚养权后，把那份婚检报告寄给他的。既然他们不离婚了，要不等2胎出生？我打听了一下，自从回扣事件后，李小小就不在公司干了，在家当起了富太太，每天美容、逛街，日子过得很快活。赵东林为了弥补那单带来的损失，没日没夜的加班。我听了之后就一笑置之，每天沉浸在带孩子的幸福里。陆墨雨一天一个样，就像昨天还是个只知道吃和睡的小婴儿，今天就成了满地爬的捣蛋鬼。等他能摇摇晃晃地站几秒钟，嘴里不停喊着妈妈的时候，李小小生的2胎也要满月了。赵东林的微信朋友圈里发了电子邀请函，我看着时间和地址，决定把事情做个了结。满月宴那天，我换上了新买的连衣裙，认认真真化了妆，喷上香水，拎上了精心包装还用丝带绑着蝴蝶结的礼品盒。我到的时候气氛正好，赵东林抱着老大，李小小抱着老二，正在拍照。我扫视了一圈，现场的人我几乎都认识，他们看见我进来，表情都有些不自在。宴会厅的水晶灯璀璨明亮，照在赵东林身上，仿佛圣光一般。我看着他怀里的老大，1岁多的孩子，正是可爱的时候。从赵东林的朋友圈能看出他对这个孩子有多喜欢。见我一直盯着孩子看，赵东林下意识地换了个抱孩子的姿势，
让孩子背对着我，像是我怕我伤害他。我笑了，在李小小防备的眼光中，我把礼品盒交到了赵东林手里。送你的礼物。他疑惑地接过，顺手就想交给李小小。我出声提醒他：赵东林，你最好现在亲自打开。我强调现在亲自2个词，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。赵东林把孩子交给了他妈，孩子不愿意放手，搂着他的脖子闹，他还哄了好一会，真是个慈父。他打开盒子，里面只有一张已经泛黄的纸，他拿出来，打开，然后视线投了上去。我紧紧盯着他的表情，从一开始的茫然、疑惑、错愕，变成了震怒。他拿着报告的手在颤抖，喘着粗气，我都怕他下一秒就要撅过去。他看向我，嘴巴动了动，似乎是想向我求证。看见我的胸有成竹又无比镇定的表情，瞬间就明白了一切。他猛地转头，啪，一巴掌打在李小小脸上。贱人！李小小被打懵了，脸瞬间就肿了。啊！李小小尖叫。赵东林，你打我！说着，把孩子往旁边人怀里一放，扑到赵东林身上，扭打起来。2个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。我看得异常过瘾。赵东林又一巴掌下去，李小小另一边脸也肿了起来。你这个贱人，婊子，只知道张开腿勾引男人的荡妇。人民币百分号井号与百分号星号人民币井号。我从来不知道赵东林会那么多骂人的词，简直不堪入耳。李小小做了美甲，又长又尖的甲片从赵东林脸上划过，不一会就添了好几道划痕。你竟然敢打我，我要杀了你！李小小放着狠话，但毕竟是女人，又生了孩子没多久，不一会就被赵东林压着打，只能听见她凄厉的惨叫。现场其他人也反应过来，怕赵东林一时上头，把人打出个好歹来。他几个兄弟赶紧拉开他，他被拉开的时候还用脚去踢李小小，嘴里的咒骂没停过。我捡起那张掉落在地上的报告，吹吹上面的灰，抚平褶皱，放到了赵东林他妈的手上，然后转身离开。刚走几步，身后传来咚的一声，有人晕倒了。我脚步没停，继续往外走。这颗10年前埋下的雷，我曾经死死掐着引线，今天我终于放手了。他也不负众望，真响，真动听。赵东林他妈一气之下晕倒了，被送到了医院。没人管李小小，还是饭店的人怕担责任，帮被打得半死的李小小叫了120，顺便还替他报了警。李小小被打断了一根肋骨，人还躺在医院病床上，就被逼着写了谅解书。赵东林在拘留所关了5天，警察教育了一番，被放了出来。就这，我妈气不过，骨头都打断了，得是重伤了吧？只关了10天，我倒是没有多生气，早就能预料到的事。不然呢？他们是夫妻，谅解书都写了，警察又能怎么办？那女的能给赵东林戴2顶绿帽子，连野种都生下来了，怎么不硬气点？怎么也得让赵东林那个渣男判个几年。我妈一副对李小小恨铁不成钢的表情，我苦笑不得。李小小玩的花是一回事，但她没有硬气的资本，还有一群趴在她身上吸血、拖她后腿的家人。私家侦探给我的调查报告里说，她家里条件一般，还重男轻女，高中毕业后上了职校，家里只给了学费，生活费一开始靠勤工俭学，后来就靠身体交换。毕业后靠着年轻漂亮当了赵东林公司前台，又把目标瞄准了赵东林。李小小勾搭上赵东林以后，李家也跟苍蝇见到屎一样闻着味过来了。李小小拿回扣，就是他家里逼着他拿钱给他买房子，这回被打住院，
也是李家逼着李小小写的谅解书。但赵东林的日子也不好过，那天的事闹得太大了，他生不了，还替别人养孩子的事彻底传开了。有不少人打听到我这里来，在楼下看见堵我的赵东林时，我也没有多意外。他阴恻恻地看着我：“陆瑶，你真狠呀！”赵东林身上烟味和酒味混杂在一起，衣服也皱巴巴的，眼下一片青黑，下巴上冒着胡渣。更重要的是，整个人都没了精气神，从里到外透着疲惫。你早就知道李小小的孩子不是我的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他低吼着质问我：“你是不是早就和你现在的奸夫勾搭上了？为了和奸夫在一起，你还真是狠啊！我们在一起10几年了，陆瑶，你有没有心？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”他愤恨地看着我：“陆瑶，你他妈的有无数次机会告诉我，可你就是什么都不说，你真能忍啊！看着我给那2个野种当爹，你是不是很高兴？”他越说越激动，太阳穴上的血管凸起，眼底都是红血丝。我后退几步，离他远了些，然后平静地问他：“赵东林，我不该高兴吗？出轨的是你，我报复回去，不应该吗？既然是报复，当然怎么狠怎么来。你有什么脸来这里质问我？你不如想想怎么处理你那2个宝贝儿子。”嘲讽的话一句又一句丢在他脸上，“宝贝儿子”4个字狠狠戳到了他的痛处。都怪你，你瞒了我10年。他倒打一耙：“陆瑶，你一开始就应该告诉我，不然我们也不会走到这一步。”我摇摇头：“不会有什么改变的。赵东林，如果当初我告诉你，我们还是会结婚，但你不会把自己不育的事说出去。因为你要面子。”他被我说中，身体一僵。我说着另一种可能，也在说我和他10年的婚姻生活。我爱你，所以维护你，不会说出实情。我们还是会对外说选择丁克，可你爸妈还是会不停催生。一开始你会因为愧疚站在我这边，后来你开始慢慢习惯，渐渐麻木，然后就让我一个人顶在你爸妈面前。你会不耐烦，会选择逃避，会觉得不就是说几句吗？这么多年都过来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他反驳我：“不会的，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，我们也可以做试管，就像你现在一样，也不会有人知道。可你知道，我太了解他了，你会觉得这个孩子不是你亲生的，你会觉得我不干净了，然后你也会心里不平衡，你还是会出轨。”我语气平静：“不论是哪种可能，出轨都是注定的。”我用无比嘲讽的语气说道：“赵东林，承认吧，你就是个没有种的渣男。”他被没种2个字刺激得双眼发红。“陆瑶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”我对他的威胁一点也不怕。他和李小小的事足够他喝一壶了，现在他也只能无能狂怒了。而且我没想到，看起来斯文有礼的舒清经营着一家安保公司。我也是和他签协议的时候才知道，我早就在舒清公司下了订单，舒清还给我打了对折。不过这钱我也没省下来，我给李小小请了本地最好的离婚律师。李小小，不要让我失望啊！李小小刚生了2胎，才1个多月，还在哺乳期。赵东林作为男方是无权提离婚的，只能协议离婚或者起诉。李小小咬死了不离，赵东林只能起诉。花大价钱请的律师果然请得值。他在法庭上说，虽然孩子不是亲生的，但是赵东林和李小小感情没问题呀。当初2个人宁愿出轨也要在一起，那是真爱呀。李小小和赵东林结婚后，已经和那些人陆续都断了，说明他更喜欢赵东林呀。而且赵东林在公司受了那么大损失，还愿意和李小小过夫妻生活，
感情哪里破裂了，甚至还提供了赵东林的购物清单：护士服、空姐装、性感内衣、情趣用品，简直五花八门。孩子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在知道之前，你们全家都爱得不行呀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孩子不但在法律上是赵家的孩子，感情上赵家也接受了呀。一审宣判，离婚理由不成立，驳回离婚申请。在手上刷到这条新闻的时候，我饭都高兴的多吃了2碗。李小小也确实不是省油的灯，她抱着2个孩子，当众给赵东林下跪，说以后一定和他好好过日子，磕头求赵东林原谅。视频里李小小哭得梨花带雨，只要你愿意原谅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大宝、二宝的爸爸就是你，他们也只认你，你别抛弃我们。小的那个只知道哭，但大的那个朝着赵东林伸手要抱，嘴里不停地喊着爸爸，疑惑爸爸怎么不抱自己。评论区里果然风向变了，反正渣男也不能生，白的2个孩子不是挺好？孩子是无辜的呀，血缘就那么重要？小三不要脸可以离，孩子还是留下吧。我看了几眼就放开了，我妈倒是看得津津有味。不得不说，李小小利用舆论这一手玩得漂亮，我在背后深藏功与名。最让我佩服她的是，赵东林视频里说你死了我就原谅你，谁知都是这一句是气话，但李小小真的冲到了马路上，虽然车刹住了，但李小小还是被撞伤了，腿骨折，脾脏破裂。赵东林被网友说是杀人凶手，还要捏着鼻子给李小小出医药费。接到舒清电话时，我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。啊，你说啥？亲子运动会，舒乔今年上小学了，她被排挤了。家长会那天，我很用心的打扮，麻烦你了。舒清有些不好意思，应该的，这也是当初协议的一部分。舒乔比当初见时长大了不少，脸色红润，看得出来被舒清照顾得很好。我轻轻捏捏她的脸，谁家的小公主呀，这么漂亮。她害羞地笑了，叫我瑶瑶妈妈吧。我拉着舒乔的手走进了学校，舒清跟在我们身后，小学生们好奇地围在一起，七嘴八舌地提问：你真的是舒乔的妈妈？是啊。我打开手机，屏保是我和舒乔的照片，刚刚换上的。那怎么之前没见过你？我之前出差去了，刚回来。说着拿出巧克力让舒乔分出去。运动会之后，舒清说舒乔在学校的情况好了很多，我也会时不时的去学校接她一次，露个面。她很聪明，也知道我不是她真的妈妈，但孩子对母爱的需求是天生的，我也乐意配合，只是暗暗提醒舒清，以后我家陆墨雨需要爸爸的时候就要麻烦他了，但再多的接触就没有了。我妈知道后失望不已，但我这辈子都不会走进婚姻了，我也不排斥感情，只是一开始我就说得很清楚，只谈恋爱不结婚。我和第3个男朋友分手时，陆墨雨上了幼儿园，赵东林和李小小终于离婚了。赵东林上次打完李小小后，像是打上了瘾，一有不顺就动手打李小小。李小小被打得受不了，还是同意离婚了。2个孩子，大的归赵东林，小的归李小小。李小小没了依仗，孩子亲爸又找不到了，于是又走上了老路，用身体维持生活。但李小小3天2头借着看孩子去刷存在感。赵东林几次相亲或者找女朋友都黄了，而且也有朋友和我说，赵东林和李小小私下还是有往来，邻居不止一次看到李小小在赵东林家过夜。对此，我只能说狗改不了吃屎，而且李小小在外面那么乱，
赵东林也不怕得病吗？我只是恶意的揣测，没想到一语中的。有天吃完饭，我妈神神秘秘把我拉到一边，我跟你说呀，我听说赵东林感染上艾滋病了。我一惊，我妈得意洋洋，听说是那个小三故意传染给他的。两个人在家里吵得不可开交，又打起来了。老天真是有眼，这点我赞同。不过这些只当笑话听听就算了。陆墨雨上小学后，我的时间也空出来了很多，翻译了一本国外的小说，突然火了，不少出版社找我。我的生活忙碌又充实，后来专职做翻译，还开了一间工作室。我和舒清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，不远不近。舒乔青春期的时候，和我的联系多了起来，我帮他选内衣，教他生理期的时候要处理处理。我爸妈也很喜欢舒乔，经常叫他来家里玩。陆墨雨长大后迷上了武术，舒清就带着他去公司参观，还给他介绍师傅。果然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，爸爸妈妈的角色都不能缺失。我很庆幸陆墨雨和舒乔都健康快乐地长大了。他们长大后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但也没有烦恼很久，只是两个人关系越来越好，就像亲姐弟一样。我不得不感叹，缘分真是奇妙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过年，男朋友把他的白月光前女友接来我家坐月子，住着我的房子，还要我伺候他月子。呵呵，我果断打掉腹中尚未成型胎儿，请他和白月光一起滚蛋。过年前夕，我忙得天昏地暗，但是就算如此，我还是抽空跑了一趟医院，做了确诊检查。在妇产科医生喜滋滋的恭维下，我也笑了，我怀孕了。医生再三嘱咐我，胎儿没有坐稳，一定要小心谨慎，别仗着年轻过年下害，注意饮食，别喝酒和咖啡等。从医院出来，我去了预约的餐馆，特意找蛋糕房买了一个小蛋糕。今年是小年夜，正好我男朋友周旭公司也放假，他说他要用年终奖给我买礼物，我们一起吃饭看电影，让我提前预约餐厅。我难掩心中的喜悦之情，坐在餐厅等着周旭，但是都晚上7点多了，周旭还没有来，给他发信息不回，电话不接，什么情况？我没来由的担忧起来，他不会出事了吧？坐在餐厅的包厢里面，我一遍遍地打电话，开始电话还能够打通，后来手机里面就传来你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但凡有被人拉黑过经历的都知道，这句话意味着我被人拉黑了。我更加着急了。周旭不是会爽约的人，就算有事也会提前打电话和我说清楚。现在这种情况，我和他交往这么久，还从来没有遇到过。我也不敢离开，唯恐我前脚走。他后来就急匆匆地赶来餐厅这边，包厢里面的温度有点高，鲜奶蛋糕有些融化了，鲜奶流下来湿哒哒的。原本上面可爱的小房子一点一点地在塌陷中。晚上8点出头，周旭的电话终于打了过来。看到他电话的时候，我瞬间松了一口气，忙着接通电话。阿瑶，你怎么还没有回来？电话里面周旭的声音带着几分责备。这都几点了？我问他为什么爽约，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，不回我信息。结果他反问我们今天有约会吗？我有些糊涂，前天晚上说的好好的呀。阿瑶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太忙了，忘记了。你也知道，年底公司事太多了。电话里面周旭的声音略带几分疲惫，他给我道歉，但是他没有说为什么电话拉黑我，信息也不回。但凡他看一眼手机，都不会不知道
我在餐厅等他。阿瑶，既然你在外面，现在商场还没有关门，你去买点东西，我把清单发你。周旭说。我正欲询问，但是他那边已经挂断电话。就在他挂电话的时候，我恍惚听到了一个女子的声音，我也没多想，以为是电视里面的声音。手机有信息进来，我点开看了看，一溜的妇幼用品、奶粉、尿不湿等，另外竟然还有红枣、燕窝等。我心中寻思着，周旭家有亲戚生孩子了，这是准备过年送礼，但是这里送的有些重，而且奶粉和尿不湿的量也买的有些多。我趁着商场关门之前来了一波大采购，照着周旭开的单子，总算都买齐了。出来的时候风格外冷，天开始飘起小雪花。我打了一个车，在冷风中等了大概10多分钟，突然对方取消了订单。我愣然地看着手机，想要骂人，想要举报，算了，我给周旭打电话，问他能不能来接我。这天下雪了，我等这么久都没有看到一辆出租车，网约车还被司机取消订单。我想他已经回家，这个时候也没事，开车来我这边不过半小时，很快。但是周旭确实说他有事走不开。我正欲询问，却是听到他那边传来婴儿的啼哭声，还有女人低声说话的声音。周旭匆忙就挂断了电话。我拿着手机，听着里面传来嘟嘟嘟的声音，有些茫然。我家里怎么有女子说话以及婴孩啼哭的声音？我想起网上流传的段子，婆婆和我一起怀孕。我前不久还见过我婆婆，健康爽利，没有怀孕，所以明显就是我多想了。我又在冷风中等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打上车。我到家的时候，雪下得有点大了，地上已经堆积了薄薄的一层，很滑，很冷。我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走到门口，刷卡进门，刚刚走进去，家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，刺激着我脸部皮肤，紧跟着就是刺耳的婴儿哭声。周旭大概是听到我的开门声，从里面急匆匆地走了出来，问我怎么这么晚，奶粉呢？说着他就手忙脚乱地翻我带回来的东西。阿瑶，你去把燕窝泡泡炖了，我去冲奶粉。周旭一边说着，一边向着厨房走去。我看着主卧亮着的灯，以及婴儿的哭声，小声问他怎么回事。安林离婚了，暂时没地方去，先来我们这边住几天。周旭轻描淡写地说道。安林，周旭暗恋，明恋的白月光。我和周旭确认恋爱关系后，大概有1年之久，他才告诉我他曾经有过一段恋爱史。我当时就笑笑，这年头还谁没有几个前任？我想他能够坦白告诉我，自然就意味着他已经放下过去，准备和我携手共度此生。所以他向我坦白他的过去。怎么回事？我皱眉低声问道。周旭拿着奶粉急匆匆地向着主卧走去。我要说心里没有疙瘩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我跟了过去。主卧里面一片狼藉，一个皮肤白皙的美妇人正靠在床上看剧，旁边睡着一个小小的婴儿。周旭压低声音，温柔体贴地问他：睡着了？美妇人微微点头，她说：孩子闹了一晚上，可能是饿了，现在终于睡着了。说着，不知为何，她眼眶就红了。你带孩子太辛苦了，月子里可不要落下毛病，也躺着睡一会儿。我把燕窝红枣炖上。周旭小声地说着，然后他就扶着美妇人，让她躺下。转身，他看我局促地站在门口，叫我赶紧把垃圾桶换掉。我看着垃圾桶里面扔着沾染着黄色污秽的纸尿布，还有一些别的垃圾，忍不住皱眉。小婴儿的，不脏。他说。我又忍不住看向
躺在床上的美妇人，她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，就这么看着我，似乎她一点都没有作为一个陌生人闯入主家的尴尬。从头到尾，她没有和我打招呼，没有说话，好像我就是她请的一个阿姨。她现在是考核阿姨的工作能力。阿瑶，赶紧，你愣着做什么？周旭看我站着没动，又说道：“把垃圾桶收拾了，去把燕窝炖了。阿瑶还没有吃饭，月子里女人要养好了，可不能落下毛病。”我平时手脚很是勤快，执着于收拾，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动。看着周旭去厨房炖燕窝，我跟了过来，直接开门见山：这种麻烦我绝对不招惹，不容忍。周旭，今晚看孩子份上，我让他留在这里，明天一早请他离开。我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怒气。那个婴儿应该刚刚满月吧？若不是这个缘故，我现在就能够发飙，请安林滚蛋。周旭拆红枣袋子的手顿了顿，抬头看着我，似乎是看着一个陌生人。阿瑶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周旭的声音提高了好些，他问我有没有一点同情心。安林都这么可怜啊，带着孩子还被家暴，目前无家可归，我照顾伺候他，那是天经地义。我冷笑反驳道：他是瘸了还是瞎了？可怜，这世上可怜的人多了，山区的失学儿童，没人子嗣的孤寡老人，还有天生残疾者。孤儿院里面那么多无父无母的孩子，谁不比他可怜？周旭怒了，冲到我面前，指着我鼻子问道：你怎么能够把安林和这些人相比？在我眼里，他还不如这些人。我冷冷地说道：周旭，今天你去接安林，不回我信息，不接我电话，你还把我拉黑，嫌弃我烦。本来这个事情我都准备装死了，装作不知道，就这么含含糊糊混过去。要过年了，没必要吵架。我妈常说，过日子有时候糊涂一点会过得好一点，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我真的不能忍。周旭似乎愣了一下子，过了一会子，他换了一张脸，陪笑道：阿瑶，这事情是我不好，对不起。他说他当时就是看到安林那模样，心情很不好，怕他暴躁的情绪影响到我，所以这才没有接我电话。阿瑶，我道歉，但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寒冬腊月的把一个产妇赶出门吧，她必须走。我咬牙说道：你要是不好意思对她说，我现在去对她说。说着，我就准备向着房间里面走去。周旭一把抓过我，软语哀求道：阿瑶，我和他真没什么，你别吃醋。吃醋？他认为我是吃醋闹脾气，这种事情他难道就没有意识到他的错误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发现周旭的目光有异，转身我就看到安林穿着我的棉拖鞋站在厨房门口。你怎么起来了？周旭顿时就紧张得不得了，忙着走过去说道：快去躺着，可不要冻着了。那紧张的模样好生讽刺，让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是，安林突然就走到我面前，扑通一声就跪下了，声泪俱下：顾小姐，对不起，是我给你添麻烦了，你别怪周旭，他也是可怜我。呜呜，你们别吵架。我不得不佩服安林，说哭就哭，泪流满面，这演技不去影视圈发展实在有些浪费。刚才他看到我，招呼都不打，视若无睹，穿着我的衣服睡着我的床，指挥着别人的男朋友忙里忙外。他毫无愧疚、内疚。主人回来，用审视的目光、玩味、戏谑的心态想要看笑话。见我态度强硬，立刻就给我跪下装小白花，哭得楚楚可怜。我摇头道：安林小姐，你求我也没用，这天下的产妇多了，都跑来我家给我跪下哀求，哭几声，我难道都让她住我家？
鞍前马后伺候月子了。说着，我补充了一句：“我没有那么贱。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忍不住看了一眼周旭。安林大概没有想到，扮作小白花哭唧唧，竟然一点用都没有，跪在地上，起来也不是，不起来也不是。周旭舍不得，伸手去扶他。我笑笑，嘲讽道：“周旭，安林可是有妇之夫。”周旭像是没有听懂，直接把安林扶着送回房间。我看到安林中途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目光绝对不是愧疚，而是带着宛如毒蛇一样的歹毒。趁着这个时候，我把周旭泡着的燕窝丢进垃圾桶，然后打开煤气灶开始煮面。快要午夜12点了，我还没有吃晚饭，想来真是讽刺。今晚我和周旭约会吃饭，他为着他的白月光放了我鸽子，现在他只惦记着他的白月光坐月子时不要受寒受冻挨饿，要炖红枣燕窝的进补，却没有问过我吃过饭了吗？趁着煮开水的功夫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分手。我泡面煮开，那边周旭也安抚好安林，再次走到厨房。他说他和安林商议好了，在我这边住在正月半，过了元宵就走，让我放心。又说年底了，月嫂不好请，他一个大男人，诸多不便，让我照应照应。甚至他说几天而已，我被逗笑了。我的房子，他让一个陌生人住进来，他不和我商量，他和他商议着要住多久，然后让我去伺候。他哪里来那么大的脸？我没有搭理他，把煮好的面捞出来，端到餐桌上，准备吃。阿瑶，燕窝呢？周旭问我。倒了，我说道。你同情他是你的事情，但是他和我没有一点关系，让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。周旭闻言，竟然扬手就甩了我一巴掌，嘴里带着一股腥甜的味道。我摸了一下火烧火燎的脸，怒火在一瞬间燃烧。为着安林，他手机拉黑我，只是我买东西，再把我拉回来，带着安林和孩子住进我家。他不和我商议，甚至他连着问都没有问一句。现在我扔掉属于我的燕窝，他敢甩我一巴掌。我端起面，连面带碗对着他砸了过去。周旭没有躲得掉，被我砸了一个正着，额头也破了，面汤和血混迹在一起，瓷碗落在瓷砖地上，四分五裂，宛如我们曾经多年的感情。你疯了！周旭擦了一把脸，用力地推了我一把，我撞在一边的桌子上，脚下一个趔趄，站立不稳，摔倒在地上。不巧，手摁在了一块碎瓷片上，是心一般的痛。我报警了，民警过来，了解到房子属于我之后，告诉周旭和安林，我有权利请他们离开。周旭收拾东西，带着安林离开的时候，面目狰狞地对我说，让我不要后悔。后悔？我后悔的事情就是瞎了眼了，认识了这样的男人。我天真的以为这个事情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。周旭和安林死灰复燃也好，还是将来另觅新欢，都是他的事情。我始料不及的是，第二天我被网暴了。昨天半夜一直都有小雪，安林录了一个视频，跪在雪地里，哭的那叫一个声嘶力竭。内容很简单，说她遭遇婆婆和老公虐待，被赶出家门。朋友周旭见她可怜，把她带到家里，结果我在午夜时分冰天雪地的把她母子赶出家门。视频里面，她对着镜头，把孩子就放在雪地上，也不怕出生的婴儿受冻，哭着说：“我好命苦，嫁了这样的老公，遇到这样的恶婆婆。”又对周旭说：“周先生，感谢你帮忙，但是你还是回去吧，别管我了，都是我命苦，你为着我和他吵架闹分手不值得，我这样的人还是死了算了，我带着孩子一起去死吧。”实名制
一点遮掩都没有。物业群里有人安特我，问我怎么回事。这时理智一点的人，不明真相的人，已经开始冷嘲热讽，指桑骂槐。在昨天之前，我只知道周旭有一个前女友叫安林，但是不认识这个人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事实上是一个小网红。那个视频发出来之后，很快就火了，很多人点赞、转发，评论区清一色都是骂我的。我从来都没有应付这种事情的经验，想了想，我直接求助于我做律师的闺蜜。闺蜜得知事情的始末原委之后，叹气，安慰了我几句，然后她让我写了一个委托书，让她办理此事。她说她会收集相关证据，起诉安林。还有，我昨天是报警的，有相关协调证据。这事情闹开之后，我爸妈自然也知道了。我爸有高血压，气得直接进了医院。我得知之后，匆忙赶去医院。我爸虽然病情稳定，并无大碍，但是我和周旭闹分了，老两口免不了又担心我的终身大事。我妈看到我脸上的伤，一边抹眼泪，一边心疼我。这瘪犊子，换老子年轻的时候打不死他。我爸躺病床上，气得颤抖。我安慰了他几句，我怀孕的事情就没有敢吭声告诉他们。从病房出来，一个年轻男子拦住我，请问是顾瑶女士吗？我点点头，方便说几句闲话吗？他说他叫李昭，安林的老公，同为受害者。他老娘现在还在这家医院躺着，就这样还落得一个恶婆婆的下场。我同意了，就在医院不远处的咖啡馆，他要了2杯咖啡，告诉我当初他被安林软语温柔地哄着，贪图她的美貌，一开心就同意结婚了。安家彩礼要了200万，当时说得很好，200万作为彩礼，但是安林会作为嫁妆带过来，作为小家庭的日用开销。结婚之后根本不是这回事。李昭咬咬牙，想着都结婚了，好好过日子是正经。安林想要这钱，大概也是没有安全感。怀孕后，安林就开始变了，从开始的温柔体贴，对李昭关怀备至，到脾气暴躁、易怒，一有事就冲着他大吼大叫。原本勤俭持家的人设也崩塌了。他开始爱慕虚荣，今天买包，明天买护肤品，后天又要买基金。李昭很是烦恼，但亲戚朋友都劝他，女人怀孕脾气都很坏，让她忍耐一点，等着生了孩子就好了。李昭觉得大家都说的有道理，于是纵容着安林的坏脾气，好不容易熬到了生产，胎位不太正，医生建议剖腹产。李昭也认为剖腹产更保险，产妇不用受太大的痛苦，但是也不知道安林怎么想的。他说开膛破腹最是伤身，而且还会留下伤痕，所以他要顺，拗不过他。顺产羊水破了，却是生不下来。根据医生所言，胎位不正，产妇在怀孕期间缺少运动，体能也跟不上，差一点孩子就憋死在肚子里。这还是李昭当机立断，立刻就选择了剖腹产，生了孩子。出院之后，安林张口要李昭公司20%的股份。他说他为着李昭生孩子挨了一刀，难道他不应该补偿他？李昭不同意，他就开始闹，半个月闹走了2个月嫂。不得已，李昭妈妈亲自过来照顾他，他依然做天做地，把李昭妈妈煮的腰花汤泼了，还踹了李昭妈妈一脚。李昭妈妈着急上火，还动怒，就进了医院。我听到这里，叹气说道：我爸也因为这件事情进了医院。我在网上看到了那个视频，否则我也不认识你。李昭说。我抬头看他，和我一样，憔悴中带着几分疲惫。我约你过来谈谈，不是让你同情我。
李昭说道。鉴于种种情况，我心中生疑，做了亲子鉴定。听到这里，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子，问道：如何？孩子和我没关系，我已经找了律师，起诉离婚，追回理应属于我的财产。李昭说，他告诉我，只是让我提防一下子周旭，虽然他没有明着说，但是言下之意很明显，安林的孩子有可能是周旭的。我摇摇头，我和周旭也没有可能性了。但是我腹中的孩子怎么办？我情不自禁地抚摸小腹。李昭大概是看我神色有异，问道：你怀孕了？我嘴角浮起一丝无奈的苦笑。产检的那天，我有多开心，现在我就有多失落，甚至我还很是迷茫。一个小生命在我的子宫中渐渐地发芽成长，可偏偏却是遇到这等窝心事情。大凡做过母亲的人都知道，孩子在子宫中和母亲血脉相连的那种感觉，真难以割舍。作孽！李昭低声说道。他礼貌地和我告辞，买单离开。我在咖啡馆哭坐了一个下午。第二天，我闺蜜给安林发了律师函，要求她撤销不正当言辞，以及给我公开道歉。但是安林再次抱着孩子在网上卖惨了。我原本有一个账号，也被人扒拉了出来，他的一些无脑粉开始各种辱骂我。我斟酌了一下子，把事情的清因后果写清楚发了上去。文章末尾，我反问那些辱骂我的人，你们如果觉得安林很是可怜，你们可以让她住你们家里，然后燕窝红枣伺候着她坐月子。我和她根本不认识，凭什么我要让一个陌生人住我家里来？我又不是他妈，我还管她坐月子的那点事情。男人渣了，难道我也要跟着一起渣？他可怜，这世上可怜的人多了。各位觉得他可怜，可以众筹给他买房，请10个8个月嫂照顾他，没必要绑架别人，别一个个站着说话不腰痛。我顺便艾特安林，告诉他，如果不撤销不正当言论，我绝对会追究法律责任。另外，那天他未经我同意搬来我家，属于私闯民宅，我请他离开，合情合理，让他不要颠倒是非，否则起诉的条例上必定会把这一条加上。网上很多人都还是比较理智的，评论也开始渐渐地向着我这边倾斜。大概是这一连串的事情导致我情绪不稳，动了胎气，或者就是像医生说的那样，胎位没有坐稳。晚上我突然小腹疼痛难忍，伴随着出血，我自己打了120，去了医院。闺蜜得知之后，匆忙跑去医院照顾我，孩子没了。作为一个母亲，我很是伤心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，我心里压着的一块巨石松开了，心情莫名的轻松起来。我在医院躺了2天才出院，闺蜜开车来接我，途中周旭就给我打电话，阿瑶，给我5万块钱。周旭说，安林和孩子都病倒了，他是重感冒，孩子什么情况，目前还不知道。语气中，他抱怨我，要不是我把他们母子赶走，安林也不会感冒，孩子也不会生病。周旭，安林和他孩子的事情和我没有关系。我说，阿瑶，那我跟你借钱，我和你总有关系吧？我摸了摸小腹，原本我们确实有些关系，有一个小生命让我们血脉相连，但是现在我们也没有关系了。周旭，那天晚上我就和你说过分手，我们也没有关系了。说着，我直接挂断电话。要不是安林自己做，至于吗？李昭说过，安林生产之后，他就请了月嫂。安林嫌弃月嫂照顾不周，气走了2个，他妈妈过来照顾，还给安林气得进了医院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作死。李昭请的律师正好就是我闺蜜的朋友，我闺蜜不放心，
天天下班之后就来我这边，一来照顾我小月子，二来给我说说关于安林的一切。现在李昭状告安林骗婚骗财，已经不是要求离婚这么简单，而是要求安林退还200万彩礼，还要赔偿他的精神损失费。由于彩礼有银行转账记录为证，而且李昭是生意人，虽然当初被恋爱冲昏了头脑，但是在安林要200万彩礼的时候，双方写了婚书，两人都摁了手印。如今这些都算证据。安林不太懂这些，只是在网上一个劲的哭惨，说李昭劈腿，冷暴力他，在他坐月子的时候把他赶出家门。现在不但要求他退还彩礼，还要离婚。奈何李昭还真不渣，并没有劈腿的实际凭证。李昭又把原本被安林气走的2个月嫂请了过来作证，这两人都受过安林不少气，法庭上自然是有什么说什么。周旭忙里忙外，天天跟在安林身边鞍前马后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与此同时，我诉讼安林污蔑、诽谤的案子也开庭了。在法庭上，我闺蜜陈述我已经怀孕，由于安林的缘故，在大冷天受了冻，而后又因为安林和周旭的缘故，导致我爸住院，我情绪不稳，动了胎气，导致流产，因此要求安林撤销不正当言辞，公开道歉，并且赔偿我精神损失。虽然我闺蜜没有明确说安林和周旭有私情，但是由于李昭的诉状中提到安林的孩子根本不是他的，所以很多人都开始怀疑周旭和安林之间有什么不正当关系。安林自己录的卖惨小视频把热度炒了上去，关注这件事情的人很多，网上一片哗然。我乐个去，孩子不是自家老公的。有一说一，这位周先生这么积极，把人接女朋友家里伺候着，会不会有些不清不楚？楼上的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位周先生脚踏2条船，哈哈哈，人家脚踏2条船都遮遮掩掩，他倒好，让现任照顾前任。他以为他是谁？古代的皇帝老儿，真够极品的，家里有矿。可拉倒吧，你们没有发现吗？他是把人接到女朋友家里，被女朋友赶走，可见他连着房都没有，别提矿了。网上各种嘲讽的段子不少，有人同情李昭，200万彩礼还被绿了，也有人同情我，还有人安慰我，幸好我发现了，及时止损，尚且来得及。周旭和安林两人却是淹没在怒骂嘲讽声中。晚上，我和闺蜜在家吃晚饭的时候，门被拍得山响，周旭带着一身冷气，气急败坏地闯了进来，见到我，劈头问道：“阿瑶，你怀孕了？好好说话。”我闺蜜冷着一张脸，把我护在身后，说道：“周旭责问我为什么不告诉他怀孕的事情。那天你把我拉黑了。”我的语气很是平静，所以你就瞒着我，把孩子打掉了。周旭一边说着，一边动手抓打我。他责问我有什么权利打掉他的孩子。我闺蜜大怒，她自小学过跆拳道，直接就把周旭摔了出去，又扑过去一脚踹在他小腹上。周旭痛得龇牙咧嘴，只嚷嚷要告我闺蜜。告啊，我就是律师，我还怕官司打不过你。我闺蜜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论动手，周旭自然不是我闺蜜的对手。被我闺蜜碾压式的一顿暴揍之后，我才拉住他，然后我拿出相关资料对周旭说：“周旭，那天我给你打过17个电话，其中3个电话打通，铃声响完，周旭摸了一把鼻血，冲着我嘶哑着嗓子怒吼：就算如此，你也不能打掉孩子，谁给你的权利呀？顾瑶，我要起诉你谋杀我的孩子。”旁边，我闺蜜插口说：“我国律法
可没有这等说法。我告诉他，作为一个母亲，当孩子在我体内形成的那一瞬间，血脉相连，我很开心。那天我买了蛋糕，庆祝我们有孩子了。后来闹出来你和安林的事情，我很生气，但是我还是在犹豫，要不要打掉这个孩子。不是因为你，而我因为我是一个母亲。但是一来那天晚上的事情，我和安林吵架；二来安林录制的那个小视频，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，导致我父母知道，我爸因此气得生病住院，我来回奔波，晚上我就腹痛流产了。说到这里，他张大嘴，似乎有些回不过神来。我扬手，狠狠的一巴掌甩在他脸上。周旭，这巴掌我打还给你。说着，我再次反手，又是一巴掌，说道：“这是给我的孩子打的。”对，就是我的孩子。你这人不配有孩子。周旭被我打懵了，半晌，他突然神经兮兮地叫道：“顾瑶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怎么就不配有孩子？我告诉你，小豆苗就我的孩子，谁特么稀罕你啊？要不是当初安林嫁人了，我会看上你，追你，也就是看上你家有点钱而已。”我抓起羽毛球拍就打。周旭走后，闺蜜怕我伤心，又安慰我。我摇摇头，告诉我闺蜜，那天我开始的心情很好，买了蛋糕，坐在事先预约好的餐厅等他。他人没有来，我就开始担心他，把他当作自己人，我才会担心。在他手机把我拉黑的那一瞬间，我想过种种情况，唯独没有想过他和前任死灰复燃。回家之后，看到安林的那一瞬间，我就像是一只炸毛的猫，我想要冲过去，把这一对渣男贱女撕碎了。但是在看到孩子的一瞬间，我冷静了。那个孩子很小，软软的，一点点大，我怕伤到他。以前我并没有这种柔软细腻的心思，平时行事也大大咧咧。但是那天不同，鉴于这种情况，我等周旭到了房间外面，才述说我的不满，并且愿意收留安林母子在我家住一晚。阿瑶，你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。我闺蜜对我说，那天晚上周旭一而再再而三地触犯我的底线不算，还打了我一巴掌，我和他之间的感情就再也不复存了。我闺蜜连连点头，她说，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。周旭在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情况下就敢动手打我，这男人分了是最明智的选择。我流产的事实已经造成，且证据确凿，法院认为安林和周旭需要承担大部分责任，所以安林被判赔偿我8万元，并且公开道歉。周旭赔偿11万，因为那天晚上他甩了我一巴掌，并且把我推倒，导致我实质性的受伤。周旭和安林都表示不服气，要求再次起诉。但是戏剧性的转折来了，李昭起诉同样也是胜诉的，因为我客厅有监控，周旭在我家承认了小豆苗，也就是安林那个孩子是他的。安林骗婚成了事实，但李昭找他退还彩礼，他却是1分钱都没有。法院准备强制执行，查了他的银行账号，发现他账号上不但没钱，信用卡还逾期了好几万。于是查了查他的往来转账信息，却发现他养了一个小奶狗。这几年时间，他前前后后给了小奶狗大概250-260万。小奶狗在他即将生产的时候消失了，再也联系不上。安林回过神来，知道受骗了，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加在一起，产后抑郁，精神状态也不太好，就开始在家里闹脾气，作天作地。鉴于这种情况，周旭也不是傻子，做了亲子鉴定，发现孩子竟然也不是他的。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
一直都想要一个孩子。曾经我们规划过未来，他话里话外都是孩子，也是因为他一直都以为安林的孩子是他的，导致他在安林的事情各种上心。现在安林的孩子根本不是他的，他还和我闹分手了，导致我的孩子也流产没了。一腔怒火的周旭，先是和安林吵架，然后晚上去酒吧喝酒，又和人发生口角，一股憋屈郁闷外加怒气，酒气的他开车回去，酒驾还碰到大雨天，车子冲进一辆大卡车的下面，人直接没了。我闺蜜得知之后愤愤不平，说是我们官司打赢了，周旭还没有把赔偿金给我，怎么就死了呢？我叹气，是的，官司打赢了，但是我1分钱都没有拿到，周旭已经死了。至于安林，欠着一屁股的债，指望他给我赔偿金也是不太可能的。我对闺蜜说，我家境还算富裕，工资也不低，不差这几个钱，打官司也就是出一口恶气，现在恶气已经出了，人也死了，算了。尾声，我以为安林吃了一次大亏，应该会幡然醒悟，带着孩子好好生活，但是作死的人终究还是忍不住一如既往的作死。他再次在网上卖惨，说是被人骗了，现在债主追讨债务，生活所迫不得已，他直播自杀，关紧门窗，打开燃气，直播说打赏到多少他就停止自杀，否则他就死了算了。网上很多人都在劝着他，也有人给他打赏，让他赶紧停止这种疯狂的自残行为。理智的人发现之后立刻就报警了，但是当警察赶到的时候，安林已经陷入了重度昏迷状态。经过抢救，他活了过来，但是脆弱软弱的婴儿没有能够熬得过来，死了。警方提交法院起诉他杀人罪名成立，等待他的将会是法律的严惩。我得知之后唏嘘不已，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。安林从一开始就居心不良，仗着美色周旋在几个男子之间，最后咎由自取，落得这般下场。至于我和周旭的这段感情，我就当是一段人生历练，漫长的一生，谁还不遇到几个渣？我闺蜜说，由于她的工作性质，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案例，大部分的案子都是由贪生恶衍生出犯罪行为。周旭一边想要和我结婚过日子，一边又舍不得青春时期的美好爱情，和安林不清不楚，甚至妄图其人之福，最后终究落得一无所有，车祸而亡。至于安林，美貌本来是上天的恩赐，想要靠着美貌过上更好的日子，本来也无可厚非。奈何他一边贪图李昭的钱财，一边享受着周旭的追求，还贪恋小奶狗的清俊容颜，最后落得这般下场，怪谁？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